嘿，我的小伙伴，什么是幸福？我们如何获得幸福？这是一个许多作家和哲学家试图回答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想快乐，但快乐的意义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，是基于我们从他人和自己的经历中学到的东西。但是找到快乐很困难，所以与其去寻找快乐，不如让我们去创造快乐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过上更快乐的生活的6种方法。1. 承认、理解、接受并释放负面情绪。当我们说起释放消极情绪时，并不是说把它们推开或压抑它们。快乐生活的第一步是承认、理解、接受和释放负面情绪。愤怒、悲伤和恐惧都是负面情绪的例子。然而，拥有这些负面情绪并不一定是坏事。愤怒提醒自己的边界正在被跨越，而恐惧恰恰是在告诉自己存在某种危险。但当自己忽视、压抑或沉迷于这些负面情绪太久时，它们会导致自我感觉更糟。这些负面情绪会在内心滋生，产生根深蒂固的怨恨，从而改变自己对生活的看法，让自己成为自己情绪的俘虏。分析和分解自己的负面情绪需要很成熟和很多的自我意识。伊丽莎白·斯科特博士提出了一种叫做哭泣的方法，分别代表教育、表达、接受、重构以及社会支持。这可以归结为学习和倾听自己的身体对负面情绪的反应，并利用它们来了解自己，成长为一个更聪明、更快乐的人。2. 学会感恩。如果被困在有毒的、忙碌的文化氛围中，将无法找到长期的幸福。不管有多少成就，都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这就是为什么庆祝那些让自己内心快乐的小事很重要，允许自己去欣赏那些小事，那些自己已经在生活中拥有的东西。有大量的研究将感恩与幸福联系起来。哈佛健康的一篇文章指出，践行感恩可以帮助一个人认识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，帮助感觉把自己与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。学会感恩能让一个人忘记自己的忧虑和损失，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情。现在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，会发现有那么多值得感激的事情。感恩会给我们灌输一种对我们所拥有的事物的满足感，以及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接受。践行感恩的一种方法是在日记中记录下让自己感激的事情，从每天写下3件让自己感激的事情开始吧。3. 尝试新的体验。大家有什么想尝试的吗？创造新的体验是快乐生活的另一种方式，它给我们信心和一个为自己感到骄傲的理由。拥有新的经历也可以帮助我们替换掉糟糕的经历。去度假、去异国旅行并不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，还可以简单的尝试一些新事物，比如去一家新餐厅吃个饭。4. 无论如何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。什么能让自己在生活中真正感到满足？想想自己喜欢做什么，然后找到一个方法为这些事腾出时间。无论是跳舞、绘画、烹饪、瑜伽，在宠物收容所做志愿者，还是饲养宠物，追求满足感会提升一个人的自尊，帮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幸福不取决于别人的看法，甚至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看法。它有助于相信自己的力量，克服恐惧，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方法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和抱负努力工作，并实现它们。事无巨细，完成小目标，也能让一个人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。5. 有意识地与那些能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价值的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。我们都很容易和自己关心的人失去联系，尤其是当我们忙于个人和职业生活的时候。然而，每当一个人走到弥留之际，许多人都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与别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，即使这需要时间和精力，也要试着和自己在乎的人保持联系，不要把他们视为理所当然。6. 分享快乐。情绪是会传染的，情绪会通过我们的人际关系渗透下来，影响着我们周围的人。哈佛医学院医学社会学和医学教授尼古拉斯·克里斯塔克斯发现，幸福是一种集体现象。他的一项研究表明，无论是距离还是关系，
和快乐的人越近，自己也会变得越快乐。这些理论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想想上次自己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以及之后的感受，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或之前的感觉，会在谈话中无意识地传递，然后影响自己的感觉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快乐和其他积极的情绪可以传递给自己，所以我们传播的快乐越多，我们的感觉就越好。你试着做过这些事吗？有什么感觉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。最后，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，继续看到我们的影片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！